Hello，大家好，我叫 Ariel。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呢你想要到医院面试成为名护理师的话，那么你一定会被面试官问的5个问题。那先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面试经验好了，我自己的面试经验大概是5次左右。对，那这些问题呢，大概是我从所有的面试结果当中，就是总结下来的被问到最常问的问题，甚至是必问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们都能够学好这5个问题，都能够准备好的话，我相信应该可以大大增加你们被录取的机会。对，那么这影片都很重要，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首先呢，第一个你一定会被问的问题呢，就是你能够简短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有3种回答方式，也就是3个版本。那这个版本的话，有短的、中的跟长的。然后呢，分别是1分钟、3分钟跟5分钟。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取决于那个面试官想要了解你的深度有多少。对，那因为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又是另外一个细节要讲，所以呢，我之后会再拍一个影片来专门讲自我介绍要怎么自我介绍。建议大家这3个版本一定都要学，一定都要准备，这样。好，那第2个常见被问到的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选择我们医院？我自己准备了3种回答方式，那有分就是一般常见的大家会讲的版本，跟中间一点的版本，跟进阶一点版本，就是你想要跟大家不一样，你想要特别，你想要独特的话，你就可以讲第3种。就是呢，你可能会讲说，因为贵医院啊，就是都在市中心，然后这个医院的话，交通很便利，然后离我家很近，地段很不错，然后我的家人啊，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很常到贵院去就医看诊，然后都觉得贵医院的名声很优良，然后我也有认识很久的学长姐啊，他们在贵医院服务一段时间，然后都觉得贵医院的福利呀、然后薪水啊，然后优良的升迁方式啊，很棒这样。然后呢，过去我也有在贵医院实习的经验，让我觉得呢，贵医院的学长姐啊都很棒，就是气氛很好。然后我觉得贵医院的教学态度很优良，很不错。然后呢，除此之外，我觉得这边的设备也都很新颖，就是跟我之前在别间医院的设备的话，有更创新跟更不一样的设备这样。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贵医院是医学中心，然而我刚毕业，所以呢，我会比较倾向于找寻就是更有挑战性的一份工作，然后可以用来累积自己的经验啊、临床经验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优先选择贵医院的原因。那中间版本的我可能就会讲说，因为我有听说，就是贵医院的 PGY 制度，就是可能教学的非常的友善啊，然后教学又很扎实，这样，然后也有比较宽裕的时间让新人可以容易独立，所以呢，这是我选择贵院的原因。这样，我们举例一下，就是以台大医院举例的话，你可以讲说，因为台大医院啊，就是它是以教学跟研究为主轴的医院。我有上网查了一下贵医院的宗旨，不是这个宗旨哦，是这个宗旨。对，那我觉得这个宗旨啊，就是非常深得我心。未来都在这间医院服务的话，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台湾就是第1间公立医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代表的一间医院。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在贵医院工作跟服务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样，这边我有想到另外一个进阶版本的另外一种说法。那以台南医院为例好了，因为呢，我曾经在网络上啊听过，贵院院长啊曾经说过，一家优质的医院啊，不只能疗愈病患及家属，也要能提供同仁良好的工作环境。
我认为呢，院长的这一段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工作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视这一份工作为很长期发展的一份工作，所以我觉得院长这个理念啊，及院长的态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选择贵医院的理由之一。大家在面试之前啊，肯定都会写下就是想进去的单位的顺序，就是可能是顺位1、顺位2跟顺位3。那这个时候呢，万一主管啊没有办法让你到你顺位1、顺位2、顺位3的这些单位的话，他就会问你这个问题，他就会问你说，万一你喜欢的单位都没有缺人，你愿意接受去别的单位吗？主管啊，有可能会这样回答你，就是假设如果我们的单位选择的话是外科，然后急诊跟加护病房，那你的主管可能会问你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外科都没有缺额，然后呢，因为急诊啊跟加护病房啊都是需要就是有一点临床工作经验的话才能去，这样，那你愿意接受去内科吗？你可以吗？这样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你是不是有时候如果你真的很讨厌内科的话，你如果硬跟他讲好，说不定你就会被丢到内科。对，那如果你跟他讲不好，你又会怕说怎么办？他如果讲不好，那我是不是就被刷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个医院没有机会了？这样你应该会很担心这件事情，对吧？好，那在这边呢，我提供大家3种回答方式。第一种呢，是你真的没有关系，你真的可以去别的单位，你也不要紧，你也不知道你想去什么单位，你就可以这么说，就讲说，谢谢主管的提问，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不同的单位，接受不同领域的挑战，所以呢，我愿意接受主管的分配。那么呢，恭喜你，就是有可能会去到你不想要去的科别，这样。然后呢，第二种的话呢，就是你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回答，这是我想过最好最委婉的方式，你就可以这么讲。这一份工作啊，是我第一份工作，我也希望我的工作是很长久的，是很稳定的。我不想要一直在找工作，然后我希望在同一间医院服务下去，这样。然后贵医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医院，所以呢，我会希望就是我能够进到我真正想要的科别，因为我觉得做有兴趣的事情啊，做有兴趣的工作是我最大的期望。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职缺的话，我可能会再想一下，考虑一下这样。那我讲一下第3种，你可以这样讲，就是比较激进一点的讲法，你就可以讲说，因为我觉得兴趣很重要嘛，我如果进到一个不喜欢的单位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痛苦。而且我觉得工作是长久的，我应该为长久并且稳定的工作来打算。我不想要就是将就于我不喜欢的科别工作这样。所以呢，如果贵医院没有办法提供我喜欢的单位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到别间医院去找类似的职缺这样。偷偷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比较私心喜欢第3种。然后呢，因为其实第2种跟第3种说法都是直接的告诉面试你的主管说我不想要去我不想要的单位。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如果我是主管的话，我应该就是听到面试者他这样回答第2种跟第3种的话，我应该就会让他先去他想要去的单位，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们医院就是已经人才招募困难了，那你来应征我们医院，那你又说如果我没有提供你好的单位，你想要去别间医院的话，那么我自己啊，如果我是主管的话，我应该会让你优先去你想要去的单位。那如果有人说那个愿意接受其他指派的话，再派那一个人去别的单位，这样。我自己是会这么觉得啦，但我不知道面试的主管会怎么想，因为我自己问过之前的督导，然后督导说，就是他如果听到这个说法的话，他会想尽办法让他想去的单位让他优先去，这样。对，但是这个很看状况，对，这很看督导。总结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那一个单位的话，你就直接很严肃的表态你想去哪个单位。但是呢，如果呢，你真的不愿意去别的单位，你不喜欢的单位的话，你就直接跟他说不喜欢。除非你是真的没有关系，你真的觉得说，不管内科、儿科、妇科、小儿科、产科什么的，我都可以。那
你再这么回答，对。那原则上这一题啊，不会到很困难，就是你怎么讲，你怎么回答都没有关系，就是按照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这样。那原则上呢，可以说就你不会抽血啊，然后你慢慢的学会的，又或者是说你第一次踹上 online 啊，又或者是说你建立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治疗性人际关系啊，这样就是按照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就真实的表达出来，这样就好了，这样。重点来了哦，这个后面的那个你是怎么解决的非常关键，因为呢这一题是主管判断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挫折容忍力，跟你有没有抗压性，一题非常好观察的一个题目。对，那你如果回答的好的话，就是加分；那你如果没有回答好的话，有可能变扣分。对，那原则上你要怎么讲呢？就是你要描述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样，你要描述一段故事，就是你本来从低谷，然后呢，你慢慢的爬得很高，就是爬上高坡，这样，就是原则上就是你要描述一段你是怎么度过这个低潮，然后呢，你度过这个低潮中间你过程你付出了什么，然后你做了什么努力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后来你又得到了什么成果？这样，你要好好的描述这一段故事。对，那每一个人的故事可能都不太一样。那原则上这一题我就不会特别做举例。我希望大家的题目每一个人的回答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呢，你们大家可以自己去想想看，你自己是怎么度过那个低潮。人家想要听的是你怎么问题解决法，跟你是过程你经历了什么这样，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准备这一题，因为这一题我觉得个人认为真的非常的关键。对，好，那原则上啊，我今天分享的5个，你去医院面试的时候一定会被问到的问题。好，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哦。你们在离开这个面试小房间的时候啊，一定会被主管问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时候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说没有问题，对吧？你错了，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说有，你有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呢？我下个影片告诉你们。好，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按喜欢。然后呢，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按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然后呢，可以留言一下吗？对，真的，我需要留言，对，拜托，对。